Hello， 大家好。当大家终于毕业了，晋升为进入社会的成年人，感觉是不是特别棒，特别的开心？我们终于不用再写论文，不用再去上课了。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大概就是找工作。找工作这个问题真的很现实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身为一名外籍人士，在荷兰第一份工作的心路历程。我是小云，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刚开始我在荷兰找工作的时候，就想找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。那我在荷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意大利的电讯公司里就职，很常出差，很常往返意大利。那时候的起薪大概是马来西亚的3倍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想问，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描述的这么美好，这么的一帆风顺吗？是的，因为这样才能呈现出接下来与现实中实际情况的差距。你们能想象这个差距有多大吗？我的实际情况是我找工作找了好几个月，这个过程真的特别不容易，不是在第一次面试时被拒绝，就是好不容易得到第2次的面试机会，然后再被拒绝，不然就是连面试机会都没有。那时候的我被拒绝到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当时我找工作的想法还是属于比较天真的，就是一定要在大型的跨国企业里工作。在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情况下，我一开始的首选就是像 Heineken、AkzoNobel、ABN AMRO 等等这些大型公司，然后看了他们的要求，也投了好几次履历之后，我就打消了我只在大型的跨国企业里工作这个念头。因为我频频收到被拒绝的 email， 那时候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收过，这对我的自信心打击非常大。之后我就开始找一些小型公司，像一些在荷兰的控股公司，他们是因为荷兰企业所得税的利益在这里设立办公室的那一种公司。当时非常不幸的是，无论我投了多少次履历，我还是没有被幸运之神眷顾。在这期间，我不是收到被拒绝的 email， 就是收到面试的通知，然后在面试的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。反正我的情况算是蛮惨的那一种。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，我是自信满满的，而且还有一点傲气。也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自信，竟然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还算可以。所以在投履历的时候，我还会确保我投的都是那种如果我很幸运被录取了，我会愿意去做的工作。其实这个想法完全是多余的。很快我就警觉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因为1个半月之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。那时我就开始扩大我的范围，就是不选工作地点，无论在荷兰的哪一座城市都可以，反正能投履历的公司我都投了。但是这个改变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的消息哦。过了2-3个月之后，我还是没有被任何一家公司录取，我就开始很焦虑、很慌张了，就会不断的开始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。接下来就是开始乱投履历，不管是什么行业、什么职位，和我读的科系相不相关，我都投了。就是到了那一种不管是什么工作、什么职位，只要你录取我，我都会接受的那一种心态。我只要一份工作。其实在我找工作2个月之后，我的心态就开始慢慢的崩溃了，非常的沮丧。从本来的自信满满到后来的开始怀疑自己，会想说是不是我的履历写错了，是不是写得不够好，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经验不够，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荷兰语，那时候我的荷兰语说得特别烂。总之就是整天胡思乱想，给自己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。到了第4个月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，我的心态就变得完全负面了。每一个早晨我都已经准备好迎接那一天的失望，每一天打开电脑就是毫无目标不断的投履历。我把每一天投履历当做了一种形式，说实话那一种感觉特别不好，每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低落。我记得我是在找工作的第5个月的时候才开始重新审核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，要前往哪一个方向。当我把这2件事情想清楚了之后，我做
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改我的履历，然后专注在和我科系相关的工作，而且是从底层的职位重新开始申请工作。我是到了第6个月才开始收到比较多的面试机会，那时的我其实已经没有多想了，因为之前种种的失败经历，接下来的面试就是没有抱着太大的期望。当面试官问我问题和看法时，我就噼里啪啦的表达出来。或许是因为没有抱着太大的期望，心情反而没那么的紧张。那时的我已经是以平常心对待每一次的面试。在那期间，我还是不断的收到被拒绝的消息哦。我在荷兰的第一份工作找了7个月，在第7个月的时候，我才幸运的被一家公司录取。我记得在面试的时候，当他们在介绍他们公司时，告诉我他们是一家跨国企业，总部在意大利，我需要时常往返意大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有问题吗？相信大家也可以猜到我的答案。我当然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啦。对于一个找工作找了那么久的我，这简直是求之不得。在面试之后的第2天，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当时的心情至今历历在目，我的心情是被感动填得满满的。我在那里工作了5年，然后换到了一家荷兰的跨国企业，之后再转到了一家美国的跨国企业。第一份工作之后，我们会换工作是必然的事情，但是重要的是，当我们在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带走些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在那里学到什么事情？还是在浪费时间？今天我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好像很有规划的人生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有一个方向罢了。所谓的因缘际会，也只是在这些方向里的一个偶遇。我是希望可以鼓励到还在因为找工作或是生活中迷茫的你们，其实你们一点都不孤单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。现实生活中真的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故事，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不如预期，你真的可以放宽心，不用紧张。或许转个弯，你就会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了。请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坚持的意义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第一份工作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你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？那个工作经验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和我分享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认为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